哎呀，天天恐惊，回去又要遭老婆骂喽。来鱼了！哎呦我去！1、2、3，我钓鱼钓个女人上来。钓鱼佬真的除了钓鱼，什么都能钓得起来。你没事吧？嘿，东营啊！叶无缺，天门之主，交出天尊令，可以让你死得痛快。把他抓回去，用酷刑逼问，不怕他不交。胸不大，嘴还挺辣。想要先让我试试手感。求死！小娘们太凶，小心嫁不出去啊！杀了他，夺回天尊令！哇！好大的米老鼠！哎呀！我回去告诉韩风，我只想好好陪我老婆。这天门之主，谁爱当谁当，别再来打扰我的生活。你既然要做个普通人，就把天尊令交出来，否则追杀永远不会停止。不就是破令牌吗？我天尊令呢？这是什么？天尊令。文渊，这东西不是你能碰的，快给我。叶哥哥，看你这么着急的样子，这块令牌应该来头不小。知道越多呀，对你不好。给我。哎，我就不给。给我。你给不给我？不给。给我。叶哥哥，你真的好帅啊！你让我亲一口好不好？如果你答应我的话，我就把这个令牌还给你。松开！你是梦瑶的闺蜜，我不能这样。哎呀，给我松开！我不。哎呀，你就亲一口。给我松开！我就好，你们这对狗男女，光天化日不知廉耻。老婆，你听我解释啊！解释什么？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！你一个废物赘婿，居然敢给苏总戴绿帽子，贱不贱呢？梦瑶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。我跟叶哥哥，我们俩只是在玩闹而已。我要是再回来的晚一点，你们俩就玩闹到床上去了吧？梦瑶，你说话别太过分了。反了反了！苏家赘婿还敢弑主了？叶无缺，我本来还在犹豫，但现在看来也是没什么。什么意思啊？哼！你要跟我离婚？你要跟我离婚？你我夫妻一场，这500万就当做是我给你的离婚补偿。为什么？因为配不上我。苏总如今可是中州最年轻的商业女王，只用了3年不到的时间，就把摇摇欲坠的苏氏发展成了100亿企业。你呢，只不过是一个无所事事、钓鱼还空军的废物。好一句废物，好一句我配不上你。苏梦瑶，你知不知道，你今天所拥有的一切，全都是因为我？你这个废物还真敢说呀！梦瑶，自从你跟叶哥哥结婚之后，苏家的事业就青云直上，短短几年就晋升成了中州一流。而且每次遇到什么危机的时候，叶哥哥只是打一个电话，事情就解决了。苏家能有今天，全都是我低声下气在那些权贵面前求回来，跟他这个废物没有半点关系。怎么就跟你说不清楚呢？够了，柳文言，你以为我看不出来？你一直对叶无缺有意思。是，我承认我是对叶哥哥有意思，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这些年我一直在默默的关注着他。他根本就不是大家口中的废物。他是不是？我比你清楚，跟他结婚3年的是我，不是你。苏家即将得到九州集团的1000亿投资，我注定会成为9天之上的繁星，进入最顶尖的权威阶层。而你就耻辱的样一直拖我的后腿，所以这个婚我立定。苏梦瑶，你之所以能够得到九州集团的投资，全是因为你是我老婆。离了我，你的一切都将不复存在。你一个苏家的废物赘婿，也配呀？九州集团的合同分明是我帮忙拉来的，你这么一个废物哪儿来的脸
敢说这是因为你啊？就是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敢跟何少抢功劳？他也配？冯九州是在我的示意下给你苏家投资的。冯九州是整个九州集团的董事长，在整个中海都是最顶级的权贵。他这种大人物，连我都没有资格触碰，他会听你这么一个小瘪三的话？你没资格接触，在我这儿只有下跪的份儿。够了！你现在这样就像一个无知的小丑，跟何少相比，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。所以你跟我离婚，也是因为这么个玩意儿，是吗？没错。梦瑶作为整个中海最璀璨的商业女王，只有我这么优秀的人才能够跟她在一起。叶无缺，你我现在犹如云泥，只不过需要的是一个心怀天下、能和我共赴上流阶层的人，而不是一个只会像累赘一样拖我后腿的人。累赘？原来我在你心中就是这个样子吗？好，我同意跟你离婚。从今以后，恩断义绝。等等。把银行卡捡起来，管好你的嘴，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有一个像你这样的情妇。你还是好好珍惜你的羽毛吧，这点钱不需要。叶哥哥，李文言，有句话我想说很久了，虽然你头脑简单，身材又差，学历又低，但闺蜜一场，我奉劝你一句，离叶无缺那种废物远一点，别在他身上浪费时间。我身材差？我可比你强多了。像你这种胸小无脑、头脑简单的人，迟早有一天啊，你要因为你的自负而后悔。哎，叶哥哥，你等等我！叶哥哥，像苏梦瑶那种目光短浅、胸小无脑的人，根本就不值得你生气。我没生气，只是觉得这些年的付出不值罢了。不值就对了。你们都结婚5年了，他不仅不让你上床，甚至连手都不让你碰。根本就没有把你当成他的男人。苏梦瑶目光短浅，不识真龙，可是我就不一样啦。我觉得未来你一定能直上9天，所以要不要考虑给我当老婆？别胡闹了！哎，我没胡闹，其实我早就喜欢你了，只是碍于跟苏梦瑶这层闺蜜关系而已。叶哥哥，我可比苏梦瑶好生养，你要不要考虑娶我呀？我可以给你生2个啊，不，4个。4个。叶哥哥，你要是愿意当我的男人的话，今晚我就是你的人了。别，你这种小妖精，我可无福消受。你别跟我啊，别跟我！叶哥哥，真是个榆木脑袋，气死我了！金边环绕，尊字当首，这块令牌到底是什么来头啊？警报！警报 ！GS 级人物出现。主人的天尊令现世，随我去中州。是。说什么？天尊令出世？掉头，去中州。小姐，你要找的人有下落了。在哪儿？中州。3年了，你终于肯露面了吗？快，准备去中州的专机，我要去见见我那位素未谋面的未婚夫。拜见主人。我离开这3年，天门都发生了什么？回主人，您离开的这些年，天门无主发生内讧，韩风顺势收拢了一大批人，并且暗中密谋夺取天尊令，妄图成为新的天门之主。主人，韩风就是条养不熟的狗，若不是当年您救了他，他早就成了一堆白骨，哪有如今弑主的机会？主人，大夏的龙王和各域至尊都想要求见您，请您回归，重掌天门，杀掉韩风那个忘恩负义的畜生。请主人回归，请主人回归。不急，我还有心愿未了。主人，您这些年在暗中把苏家扶持到了不属于他们的位置，苏梦瑶那个女人还要和您离婚，这种女人有什么好值得您留恋的？当年我身负重伤，是梦瑶救了我。哥哥，哥哥，你没事吧？天凤、冯九州，属下在。吩咐下去，我要重启天门山庄，我要以天门之主的身份参加此次的千亿投资会，我要亲自把九州集团的千亿合同交苏梦瑶。待我报答完当年的救命恩情，我会重回天门。是。苏梦瑶，你如果知道
你打心眼里看不起的废物是万人之上的天门之主，会不会后悔今晚跟我离婚的决定？这就是传说中的天门山庄吗？天门山庄造价百亿，是中州最顶级繁华的地方。最重要的是，居住在这里的，据说是那位权倾天下的天门之主。天门之主？什么？天门之主？是啊，伯母，你看前面，你知道跟苏总喝酒的那几个人是谁吗？谁呀？中海江家家主江龙，王氏集团董事长王和荣，顶天商会会长朱百万。我的天呀，这可都是中海最上流的顶级权贵啊！他们之所以对苏总那么恭维，是因为今天晚上天门之主会亲自到场，把价值1000亿的合同交给苏总。那我苏家这回要崛起了呀！这个苏总啊，不但年轻漂亮，又是我们天门之主啊看好之人，将来呀无可限量啊！苏总，过了今晚，你可就步入社会的顶流阶层了。苏总，您要是飞黄腾达了，可别忘了分我们一口汤喝呀！谢谢各位了，我敬你们一杯。叶无缺，谁让你这个被赶出家门的杂碎来的？赶紧给我滚出去！这种高级的地方不是你配来的。我举办的宴会，我为什么不能参加？什么？这场集齐了中海权贵的聚会是你举办的？没错，是我举办的，有问题吗？闭嘴！叶无缺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这口出狂言？狗东西，撒谎前也不掂量下自己是什么身份，能邀请整个中海名流来参加宴会的人，就只有天门之主，而你只不过是个被苏家赶出来的一条狗。我知道了，这个废物肯定是后悔昨天没拿钱，今天过来缠着苏总，想要那500万的离婚费。叶无缺，想要钱，你尽管说，捡起来滚吧！哎，文言，别多管闲事。爸，叶哥哥是我最重要的人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被人这样欺负。哎，苏梦瑶，别以为自己有几个臭钱就很了不起，想要羞辱叶哥哥，你还没有那个资格。柳文烟，好你个小贱人，不要脸的勾搭叶无缺这个窝囊废就算了，居然还敢对梦瑶动手！你爸不教你，我来替他教。啊！反了你了，废物！妈，有话好好说，用不着动手。妈，反了！大家看呐，这废物吃我苏家的，用我苏家的，现在敢挖咬主人了！哎呀！闭嘴吧你！叶哥哥在苏家这些年，不仅没有用过你们1分钱，而且还要忍气吞声，服侍你们这群鼠目寸光的小人。文言，不用说了。我就要说，苏梦瑶，你以为就凭你那比猪还蠢的脑子，能够成为中海市的商业女王吗？这些年要不是叶哥哥在暗中帮你，你根本就没有资格站在这里。混账！苏总可是我们天门之主看好之人。谁给你的胆子？我看你是不想活了，敢在这里辱骂苏总。我看你们柳家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，还不赶紧跪下给苏总道歉！想让我道歉，他也配？闭嘴！苏总，是我管教无方，替文嫣给您赔罪。苏总，柳家灭不灭你定。没错，苏总，只要你一句话，柳家明天就会从中海除名。一个小小的柳家，还用着等到明天吗？今晚我就能让他们消失。柳文嫣，为了这个废物，让柳家跟着陪葬，这下你满意了吧？柳文嫣，我给过你机会，但你不懂得珍惜，就不要怪我了。柳文嫣，这就是你得罪苏总的下场。赶紧灭了柳家，好让这个小贱人知道得罪我们苏家的后果。文嫣，你放心吧，有我在，这柳家灭不了。笑话，就你这个废物来给我舔鞋底，你都不配。别说你这个蝼蚁，就算整个中海的权贵来了，在我面前也只有下跪的份。放肆！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赘婿，竟敢得罪我中海权贵，得罪了满城权贵，我看你柳家今后再无立足之地。今晚柳家要灭，你小子更要死。柳家灭不灭，不是你们这群蝼蚁说了算。你知不知道你在跟谁说话？我当然知道，我在跟一群鼠目寸光、坐井观天的蝼蚁说话罢了。够了！他们3位资产富可敌国，在整个中海是最顶级的权贵，连我都要讨好的存在，而你只不过是我们苏家的一条寄生虫而已。寄生虫？苏梦瑶，在你眼里需要讨好的权贵，在我这儿连下跪的资格都没有，好吗？在中海市
还没有人敢这样藐视我们。小子，你今晚会为你的无知付出血的代价。你的下场犹如此辈。处死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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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死刑！惹怒了满城权贵，叶无缺，你今晚必死无疑。谁给你的这个狗胆，敢跟整个中海的权贵作对？还好我们梦瑶冰雪聪明，提前甩了你这个祸害。叶无缺，你不仅无知，还愚蠢。现在看，我跟你离婚是对的。苏梦瑶，收起你那副高高在上的嘴脸，你这辈子做的最愚蠢的事就是跟我离婚。不知所谓，叶无缺，念在我们夫妻一场，只要你现在给各位权贵跪下磕头赔罪，我就替你说一下情，说不定还能留你一条命。就凭这些自诩权贵实则不入流的垃圾，能取我的命？混账东西，死到临头你还敢嘴硬！谁给你这个赘婿的底气，敢在这里大放厥词？那就睁大你的狗眼，给我看看，到底谁给我的底气！他找死啊！上去干什么？这个废物他要干什么？狗东西，这是给天门之主的座位。叶无缺，你疯了吗？快停下！叶哥哥，你快下来吧，那个位置不是你能随便坐的。这本来就是我的位置，我为什么不能坐？你们不是想知道我哪来的底气吗？这就是我的底气！死废物，你活腻歪了，连天门之主的座位你都敢坐？叶无缺，这个位置你不配坐，赶紧给我滚下来！我为什么不能坐这个位置？不知死活的家伙，这个龙椅代表着至高无上的权力，这金尊龙椅非万人之上不能坐，非权倾天下不能坐，非天门之主不能坐。那你又是怎么知道我不是天门之主的？叶哥哥，你别胡说了，冒充天门之主是大不敬的死罪。我本就是天门之主，何须要？放肆！你只不过是被苏家赶出的废物赘婿，竟敢在这里冒充天门之主！苏总，冒充天门之主，那可是连诛的死罪。这个废物是你的前夫，要是被天门之主知道了，别说是签议合同，恐怕你们苏家要被灭族了。叶无缺，我真没想到你居然是这种心胸狭隘的卑鄙小人。就算我们离婚了，你也用不着怀恨在心，故意大闹宴会，毁掉我的签议合同吧？简直是无耻至极！苏梦瑶，我没想到你就是这样看我。你本来可以得到全世界，可现在你只配得到这份签议合同。够了，叶无缺，你现在马上给现场所有的权贵跪下自惭谢罪！如果你让我拿不到签议合同，跟你没完！叶无缺，你这个废物！你要是敢害得梦瑶拿不到签议合同，我跟你没完！还有我，你这个杂碎，还想害苏总失去签议合同，你简直猪狗不如！好，既然你们苏家这么想要这份签议合同，那我给你们，就当我报你苏梦瑶当年对我的救命之恩。梦瑶，你不是最讨厌这个家伙，巴不得他早点死吗？什么时候救了他？自作多情的家伙罢了，我从来都没有救过他。你说什么？你救我？那你手上这个手链是怎么回事？你说这个，这是我和柳文嫣成为闺蜜的时候，她给我的信物。不过，我现在不屑于和你这种贱人交朋友。这手链还给你。文嫣，这手链是你的。当年救我的是你了。当年，小哥哥你没事吧？小哥哥你坚持住，坚持住，小哥哥，救护车就在来的路上了。当年那个小哥哥是你？是我。当年若不是你，我已经死了。叶哥哥，怪我没有早点认出你。如今我们再次相逢，我一定让你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原来是这个废物把梦瑶当成是救过他的柳文嫣了。蠢货！各位权贵看到了吧？我与这个废物毫无关系。今日他大闹宴会，假冒天门之主，与我苏家无关。柳文嫣，你不是很喜欢这个废物，那你就陪他一起死吧。何止是他这个小贱人，我看整个柳家都得陪葬。柳文嫣，我早跟你说过，让你离这个废物远点，你非要跟他纠缠不清。现在只能算你咎由自取。只要能跟叶哥哥在一起，死有何惧？这3年
在你苏家忍辱负重，当牛做马，助你成为中海的商界女王。可最后，是我错付了一切，还冷落真心对我救我的女人。文嫣，作为补偿，我今晚给你一个惊喜。惊喜？什么惊喜啊？九州集团的签艺合同。签艺合同？柳家最近的产业是很不景气，的确需要这份合同。可是没有可是，只要你想要什么，我都能给你。柳文嫣，你不会真的以为这个废物会把九州集团的合同给你吧？真是脑袋长屁股上去了！你也不想想，九州集团的签艺合同早就定了我的女儿梦瑶了。就是，整个中海谁不知道，九州集团的签艺合同是天门之主钦点给我们苏总的。叶无缺，你这种话也就只能骗骗柳文嫣这种胸小无脑的女人，在这些权贵面前就不要丢人现眼。叶哥哥，我喜欢你，并不是想从你身上得到什么好处。我想要的东西，我会凭借我自己的努力去得到的。我可不像某些自以为是的女人，真以为商业女王的头衔是靠自己那颗猪脑得到的。确实，这些年没有我的扶持，根本没资格站在这里。叶无缺，你放心吧，签艺合同而已，我一个电话就能让冯九州送过来。笑死我了！你当你是谁呀？还能一个电话把冯董事长叫过来？一只狗放屁而已，叶无缺，你只不过是苏家赶出来的一条狗。小子，冯董事长身价万亿，是我们整个中海市权贵之首。像他这样级别的大人物，岂是你小小的赘婿能接触到的吗？别说在座的权贵，就连我三大家族见到冯董事长，那也得俯首称臣。你又算个什么东西？哼，身家万亿，权贵之首，他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在我面前跪来的。叶无缺，你不过就是个废物，你到底要装到什么时候？叶哥哥，你别说了，冯董事长那种大人物，不是我们能得罪的。假冒天门之主，羞辱冯董事长，随便一件拿出来就够你死1万次。叶无缺，我真的特别好奇，你一个连老鼠都不如的垃圾，是哪来的胆子，敢冒充天门之主，辱灭冯董事长？想知道？行，我满足你。文嫣，把天尊令拿出来。天尊令啊，这是天尊令。天什么令啊？这不就是一块破令牌吗？住口！这可是天门之主才拥有的天尊令。天门之主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何拥有天尊令？你说呢？难道你是天门之主？你现在没资格跟我说话，跪下！你真的是天门之主吗？不错，我就知道叶哥哥你不是他们口中的废物。苏梦瑶，我早就说过叶哥哥的身份不普通，你不相信，还要一口一个废物叫着。现在你知道他是天门之主，心里后悔死了吧？为什么你不告诉我你是天门之主？早知道我就不跟你离婚了。我说了，你信吗？你所拥有的一切本来就是应该属于文嫣的，要不是我瞎了眼，错付了你这个贱人，连跟我说话的资格都没有。哎，误会都是误会啊！无缺，我的好女婿，就是妈有眼无珠的，也不知道你是天门之主，才会逼着梦瑶跟你离婚嘛。你放心，妈这就回去让他给你复婚啊，然后让他晚上好好伺候伺候你。老逼灯，你要点脸！当年救无缺的可是我女儿文嫣，跟你苏家有屁关系！哎，无缺，文嫣一直喜欢你，而且她还救了你，于情于理，你得娶了她当老婆。爸，你胡说什么呀？我喜欢叶哥哥，不是因为他天门之主的身份，更不会因为救了他的事情来道德绑架他。死丫头，他可是天门之主，你要是嫁给他，咱们柳家可就飞黄腾达了。飞黄腾达？我看你们柳家灭族有一份。各位，你们都被这个废物给骗了，那块天尊令是假的，他也不是什么天门之主。假的？不错，你们都被这块假令牌唬住了，以至于忘记了一件事情，那就是当今的天门之主，他姓韩。姓韩？我想起来了，前一段天门之主失踪，韩风接替了天门之主。这个废物姓叶，绝不可能是天门之主。哎呀妈的，我们都被这小子给耍了！好你个废物，老娘差点上了你的当！我就知道，一个废物赘婿，怎么可能是天门之主？刘文嫣，废物始终是废物，也只有你这种蠢货才会相信他是天门之主。得了吧你，我才不是你这种势利眼。叶哥哥，就算你不是天门之主，我也一样喜欢你。住口！你少跟这个废物在一起，
他配不上我们柳家。爸，你刚刚不是已经答应我们两个在一起了吗？那是我上了他的当，我以为他是天门之主。是不是天门之主又怎么样？你能不能别跟这些墙头草一样见风使舵？混账！你要是再跟这个废物在一起，我就跟你断绝父女关系。我这辈子除了叶哥哥以外，谁都不要。柳文嫣，这个废物假冒店主，冒犯冯董事长，现在还伪造天尊令。如果你非要跟他在一起，那你们柳家只能跟他陪葬了。听到没有？你要我们柳家完吗？跟他废什么话呀？直接请冯董事长过来，灭了他跟这个小废物。就是，何少，给冯董事长打电话。没有冯董事长的联系方式。没有啊，我也没有啊。冯董事长，像我们这样级别的人能接触到吗？你们都没有是吧？我有，我替你们呢，把冯九州叫来。冯九州，我给你10分钟，带着千亿合同，给我滚到天门山庄来。迟1秒，你们冯家中海除名。装模作样！你要是能把冯董事长请过来，我给你下跪磕头。那你就等着下跪。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！别说你请不来冯董事长，就算真的来，也是灭了你跟柳家。对付这种废物，何须冯董事长亲自出马？我动手，连灰都不剩。好大口气！恭迎冯董事长，恭迎冯董事长，恭迎冯董事长。冯董事长，刚才有个不知死活的废物敢大闹今晚的千亿晚宴，谁这么大狗胆？就是这个狗东西，他不仅侮辱您，还坐上天门之主的龙椅，私自伪造了天尊令。冯董事长来了，我看你们这2个狗男女怎么死！柳文嫣，你有很多次机会可以和叶无缺撇清关系，可你非要和这个废物纠缠，现在你将为你的愚蠢付出代价。吓唬谁呢？不就是死吗？只要能跟叶哥哥在一起，做什么我都不怕。你放心，有我在，谁都动不了他。冯董事长，你看这个小瘪三，他无法无天，您不能放过他，必须教训他。闭上你的臭嘴！冯九州拜见主人。你是不是弄错了呀？他只是一个被我们苏家赶出去的废物而已。放肆！你这个贱婢！冯九州，小的在。千亿合同。文嫣，这份千亿合同就当你柳家的聘礼。今晚宴会过后，我就去柳家向你提亲。叶哥哥，你真的要娶我吗？此生非你不娶。那，你给我说生4个儿子，还算话吗？讨厌，这么多人都看着呢。今晚过后，柳家就崛起了。冯九州，这份千亿合同是天门之主准备给我的，既然忤逆他的命令，还把千亿合同给了这对狗男女，你就不怕他怪罪于你吗？你说个什么东西？这些年要不是主人扶持，你连跪在我面前的资格都没有。你们这些自诩权贵的垃圾，刚才不是叫得很欢吗？还要我的命，现在怎么不吭声了？冯九州，你是中海的权贵之首，该怎么办？不用我教你吗？小的明白。何家、苏家、江家、王家、朱家，以及现场所有的人，灭族抄家。冯九州，你不要因为一个废物把我们赶尽杀绝呀！冯九州，你别以为我们怕了，即使九州集团势力再大，我想也不敢跟中海的所有权贵作对吧？我们敬你3分，尊称你一声冯董事长。我们若不敬你，你狗屁都不是。想灭我何家，你也配？我们何家是上面有人的。何家？你何家上面有人，我上面可是没有人。什么意思啊？这废物的意思是在大夏国内，他凌驾在所有人的头上，哪怕是何少上面有靠山，也只配给他擦鞋。不错，别说小小的中州，就是整个大夏国，也都得臣服于主人的脚下。就凭你这个废物也配？我不怕告诉你，
我何家的靠山就是天门的左护卫，是韩门主最器重的。我刚刚打过电话，他马上就到。孟瑶，我们何家供奉的可是左护法，别说什么签议合同，等他到了，什么冯九州叶无缺都得死。到时候我把整个九州集团都送给你。真的吗？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谢谢和尚。叶无缺，你刚才不是很神气吗？一会儿啊，等和尚请的左护法到了，我看你们这两个狗男女怎么死的。左护法，你最好祈祷他待会儿见了我，别吓尿裤子。狂妄！左护法，你来的正好，就是这个废物，他冒充天门之主，你赶紧拿下他，就地处死。还有柳文烟那个小贱人，也不能放过。你是自己跪下来自裁，还是要我亲自动手把你的脑袋拧下来？左谦，几年不见，你这胆子长得不少啊！你是谁？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睁大你的狗眼给我看看，我是谁！你怎么在这里？我的脑袋就在这儿，过来取。我不敢。左护法，他就是个废物，你怕什么？废物当年中了韩门主的毒，我要是能把他拿下，将天尊令带回去，绝对会是大功一件。叶无缺，你假冒天门之主，是天大的死罪！我现在代表韩门主将你就地正法。你敢！叶哥哥，小心啊！这找死！我本来还想留你一条命，回去给韩风带个话，可没想到还敢跟我动手啊！叶文主，我错了，饶了我。左护法，叶无缺，左护法可是天门的高层，你杀了他，韩门主饶不了你。韩门一条弑主的狗罢了。叶无缺，你死到临头还不自知，你惹怒了天门，等待你的后路只有死路一条。天门在大夏国代表着绝对的权力，你杀了左护法，你在挑战天门的权威啊！怒了天门，整个大夏国都教没有你的容身之处。若今日不杀你，天理难容。杀了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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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看谁敢动他！你是哪来的臭娘们？这有你说话的份吗？喂，和尚，多子姓家大和尚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不允许你的。和尚可是顶级豪门，3代从上，数百亿家产。你知道名门世家和3代从商有什么区别吗？3代从商只能证明他有些小钱，而名门世家只会比他更有钱、更有权、更有势。像他这样的富二代，也只配在这种小小的中海耀武扬威。而名门世家子弟，只要一句话，就能让他们3代人的名利一夜之间不知东离。臭婊子，在中海还没人能瞧不起我们何家。何家就是你骄傲的资本是吧？1分钟之内让何家破产，1分钟让我何家破产，我看这脑子长你胸上了吧？喂，姐，什么？何家破产了？你到底是谁？上京秦家，秦如雪啊！上京秦家，秦家100年传承，涉及各个领域，公认的百足之首啊！我记起来了，秦家有个长女，据说姿色倾国倾城，智慧心智无人能比，是3000年难得一遇的美女。说的就是她。叶哥哥，你认识她吗？不认识。终于见面了，我的未婚夫。未婚夫？这个废物竟然是秦如雪的未婚夫！难怪他敢做天门之主的龙椅，还杀了天门高层，原来是因为这层关系。你说我是你的未婚夫？我知道你很惊讶，我们俩之间的婚约是之前族中老一辈定下的，谁也不能改变。刚才就是你们欺负我的未婚夫。秦小姐，误会误会。秦小姐，我们不知道这叶先生是您的未婚夫啊。对呀，我们要知道这种关系，我们也不敢得罪他呀。你想怎么处置他们？叶先生，是我有眼无珠，我不知道您是秦小姐的未婚夫。叶先生，只要你让秦小姐饶了我，我愿意把我们江家
一半的财产奉献出来。王家也是，只要秦小姐肯饶过我们，我愿意每年拿出80%的利润送给您。梦瑶，你还愣着干什么呀？还不赶紧跟叶无缺道歉呢？不然这何家就是咱们的下场。想让我跟这种废物道歉，没门儿！叶无缺，你就是个靠女人吃软饭的垃圾。秦小姐是吧？这个杂碎杀了天门的高层，你真的敢认他做未婚夫吗？你杀了天门的高层，一个垃圾而已，我杀就杀了。这下麻烦了。天门现在是寒风当主，此人睚眦必报，绝不会放过你。不过什么？你要是和我结婚，以我们秦家在上京的地位，能保你一条小命。结婚？当然，这是你唯一的选择。叶哥哥，秦小姐她说的对，只有你们2个结婚了，天门才不会为难你。我什么也帮不了你，只能祝你幸福。啊，无言，爸，我们回家吧。对不起，秦小姐，我已经心有所属了。至于我们的婚约，还是作废吧。小姐，此人不识抬举，根本就不值得你为了他去得罪天门。你不觉得他这个人很有意思吗？而且他不像表面看着那么简单。不简单，我跟他结婚那么多年，他很废物，我很清楚。秦小姐，我劝你一句，离这种杂碎远一点，惹怒了天门，就算秦家再强，也得被灭。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子。小林，帮我准备份礼物，有个大人物要来中海，我们去拜见一下。好的，小姐。梦瑶，没关系，就算是秦如雪罩着叶无缺，我也有办法搞垮秦家，让他们2个生不如死。什么办法？什么办法？上天门，请寒门主出山。对，还有叶无缺那个废物，他杀了左护法，寒门主肯定不能饶了他。文言，你听我解释，我不认识那个秦如雪，更不知道婚约的事。叶哥哥，我柳家只是一个不入流的家族，可是秦小姐不同，她出身名，有权有势，只有她才能保护得了你。文言，我知道你为我着想，但是天门的事你根本不用担心，就算没有他秦如雪，我也能解决。文言，我愿意用一生去守护你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少在这儿给文言灌迷魂汤。叔叔，我对文言是真心的。真心有个屁用！你现在是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，你别妄想拉着我女儿跟你去死。叔叔，你无非怕遭到天门的报复，只要我愿意，我随时可以重回天门，杀了寒风，夺回门主之位。大言不惭！既然你这么有能力，你有没有听说过青云简？青云简？青云简？不错，青云简是我大夏至宝，更是地位和身份的象征。它可以让一个3流小家族一夜间跻身名流世家。青云简出自天门，这个我当然知道。明天晚上是老爷子的寿日，你要是想娶文嫣，就带青云简过来提亲，否则想都别想。走。文嫣，文嫣，主人，龙王到了中海，想要见您一面。等会再说，你马上派人去给我取块青云简，然后把大夏国的全部顶流都给我请到中海，去给柳家老爷子祝寿。您要给柳家造势？没错，柳家想成为名门世家，那我就满足他这个需求，就当给文嫣的聘礼了。是。龙王，明天晚上是柳家老爷子的寿宴，天门之主他无暇顾及跟您的会面。快，准备份厚礼。是。小女秦如雪见过龙王大人。原来是秦侄女啊，快坐。听闻奶奶说，龙王喜欢饮酒，这是唐朝流传下来的琼浆玉液，一份薄礼，希望您能笑纳。秦侄女送这么贵重的礼物，怕是有什么事儿有求于我吧？果然瞒不住您，我这次过来啊，希望您能帮我引荐一个人。引荐一个人？谁呀？天门之主。这瓶酒你收回去吧，我与现在的天门之主不熟。我想您是误会了，我想让您引荐的不是现任的天门之主寒风，而是3年前失踪的那位前任天门之主。你找他做什么？我的未婚夫前段时间杀了天门的一个高层，寒风此人心胸狭窄，
且心狠手辣。以我们秦家的势力，怕是镇不住他。只有前任天门之主才有可能救我的未婚夫。据我所知，秦老太君病危，秦家内斗严重。你之所以不惜代价要保住这位未婚夫，是因为你跟他有婚约。你是想找一位顺理成章且好控制的人来帮你夺取秦家吧？龙王，我知道您有前任天门之主的消息，只要您能帮我引荐，任何条件我都可以答应你。我的确知道那位前任天门之主在哪儿，不过没有经过他的允许，我也不敢泄露他的消息。我还要先询问他一下。那就谢谢龙王大人了。你那位未婚夫叫什么呀？叶无缺。他叫什么？叶无缺。此人是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，你先回去吧。有消息我再通知你。啊，好的。小姐，你有没有觉得龙王有问题啊？看来我这个未婚夫的确没我们想的那么简单。主人，您的青云简和聘礼正在来的路上，暂时到不了那么快。那这样吧，我先去柳家，你亲自去催一下，等东西到中海，立刻给我送来。是。叶哥哥，文嫣，文嫣，你怎么来了？叶哥哥，我爸爸和我爷爷他们不同意我们在一起，还把我锁在家里。我是偷偷跑出来的。文嫣，你放心吧，我已经派人去取青云简了，到时候我们一起回柳家提亲。对了，叶哥哥，我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。什么惊喜啊？梦瑶，来。苏梦瑶，老公，别叫我老公，我们已经离婚了。别生我气了，叶哥哥，梦瑶她知道错了，而且我们两个已经和好了，你就原谅她吧。哎，梦瑶，快去给叶哥哥倒杯赔罪茶。叶哥哥，你就看在恕我的面子上，喝了这杯茶吧。文嫣，有些东西不是一句我错了就能过去的。老公，你会喝吗？不喝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给你擦擦。叶哥哥，今天就让我和梦瑶一起伺候你，咱们三个享受这极乐之欢吧。你居然能识破我们的媚术！说实话，你们的媚术确实有点东西，但你们忽略了最重要的。忽略了什么？对于我对文嫣的了解，这个小妮子傲娇的很，她是不可能跟苏梦瑶和解，更不可能跟她一块儿来服侍我。就算你识破了又如何？交出天尊令，否则就死。看来上次对你们的教训还不够是吧？还想我打屁股是不是？别舞了，小心我脱了裤子打。别舞了，小心我脱了裤子打。阿甘！你有本事就杀了我！老真以为我不敢是不是？不要，门主，求您高抬贵手放了他。门主，这样做实在非我们所愿。倒是韩风，他胁迫我们的。那个弑主的反骨狗，迟早有一天回天门收拾他。至于你们俩，正好我的聘礼还没到，把你们两个身上值钱的东西都给我拿过来。怎么？还要我亲自动手搜身是不是？不要。你的呢？快给他！不是，哎，你一个女杀手，用这么卡哇伊的东西？不是，哎，你一个女杀手，用这么卡哇伊的东西？杀手怎么了？杀手也是女人，这可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发件。行行行，
这东西啊，我收了。至于你们两个，再有下次，严惩不贷。滚吧！哎，算了，有总比没有强。哎呦，我要迟到了！爷爷，这个玉如意是我花高价买来的，祝您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哦，爷爷高兴啊！爷爷，祝您你这个畜生，给我跪下！我又没有做错什么，为什么要跪啊？你还好意思问？昨天晚上在九州集团的千亿宴会上，差点害我们柳家被灭了族。你可真是个贱人，就那么想被男人搞吗？你嘴巴放干净一点，叶哥哥他不是废物。贱人，居然敢这样跟我说话！我可是你的大伯母，就连你爸见了我，他都得规规矩矩。吵够了没有？都给我闭嘴！爷呢？我给你定了一门亲事，人一会儿就到。今天你就我订婚。不，我不要！我这辈子除了叶哥哥以外，谁也不嫁。哼，嫁不嫁呀？这事儿由不得你。文言，你就听你爷爷的。那个叶无缺他就是个骗子，如今他又有了秦如雪那碗软饭，他是不会再来提亲了，你就别妄想了。不会的，叶哥哥他答应过我，他一定会来娶我的。文言呐，你今天要是不嫁，我就把你赶出咱们柳家，我就没收你父亲公司的股份。文言，你就答应你爷爷吧，今天晚上咱们两个就要流落街头了，就算不为你自己考虑，你也替爸考虑一下。方文远送100年人参王一根，祝刘老爷子日月昌明，万寿无疆。方少，你有心呐！文言，快去见见你的未婚夫。文言，好久不见。方文远，你怎么会来？方文远，你怎么会来？方少，你们认识啊？我之前追求过文嫣，不过中间发生了点误会。误会？据我所知，应该是柳文嫣的错，还不赶紧过去给方少赔罪道歉？让我道歉？你知道他当初做了什么吗？他给我下迷药！放屁！方少是什么人？他可是龙王集团的高层，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？他会给你下药？就是，别说方少没给你下药，就算他给你下药，以他的身份和地位，看上你这个贱人，是你这辈子的荣幸。文言，方少非常受龙王的重视，只要你肯嫁给他，我们柳家就能借助他的势力，青云直上。就算是3大家族，他也不敢欺压我们。不错，凭借我在龙王集团的地位，一句话就能帮你们柳家成为中海的一流家族。文言，方少有钱有权，嫁给他，你就能当豪门太太了。豪门太太，爸，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？你这样做就是把我往火坑里推。已经把你许配给方少，我看今天呢，你嫁也得嫁，不嫁也得嫁，我看他们谁有意见。我反对。叶哥哥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不会骗我的。傻妮子，我说的话呀，一定会做到。哟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被苏家赶出门的废物啊！哼，人模狗样，裤子都湿了，怕不是跟哪个女人刚搞完吧？叶哥哥，你的裤子是怎么回事？不小心洒湿了，刚才着急过来提亲，都忘了换了。提什么亲？你还嫌害得文言不够惨吗？叔叔，你之前说过的，只要我拿到青云简，你就要文言嫁给我。青云简？不错，是我说的。青云简呢？东西又在哪儿呢？已经在来的路上，马上就会到。大言不惭，青云简可是至宝，能让一个低等家族晋升成顶流氏族，连我他妈都拿不到。你拿不到，说明你是个废物。你一个被苏家扫地出门的赘婿，也敢小瞧我？死瘪三！你知道方少是什么身份？告诉你都吓尿裤子。方少可是龙天集团的高层，深受龙王的喜欢。就你这种吃软饭的废物，给他提鞋都不配。龙王集团，别说这个垃圾，就算他龙王亲自来，不敢在我面前放肆。找死！
龙王贵为一国之尊，权势滔天，在他的眼中，你连卑微的蝼蚁都算不上。谁给你这个废物的胆子，竟敢不把龙王放在眼里？要是龙王知道，诛你的九族！诛我九族？他还不配。叶哥哥，祸从口出，你有些话是不能乱说的。你放心吧，论权势和地位，我比龙王高一级。你他妈狂是吧？我马上把你说的话传回上京，禀报龙王。到时你可别哭着求饶。这么吧，龙王如今人就在中海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他已经在赶过来见我的路上。笑，龙王什么身份？怎么会来见你个废物赘婿？贵宾到。刘老，我是南省皇家的家主，特地来给您祝贺的。这个玉龙杯价值2个亿，恭祝刘老吉星高照。刘老，我是北省白家家主，这尊琉璃佛价值5个亿，祝您福寿安康。祝刘老爷子吉星高照，鸿福齐天。你们这是？刘老，是一位大人物派我们来给你祝寿的，顺便为你柳家造势，奠定你大夏国氏族的地位。是的，而且等一下龙王也会亲自来柳家祝寿。龙王要来？龙王当真要来给我祝寿？用不了多久，龙王就会到。今天过后，您柳家就是大夏国屈指可数的名门士族。名门士族，太好了！我们柳家马上就要成为名门士族了，太好了！哈哈哈哈！好，好，哈哈哈！这都是方少的功劳啊！爷爷，龙王派各省的顶流前来，并且他个人还要亲自来给您祝寿，足以看出他对方少的器重。你看到了吧，文燕，方少深受龙王器重，根本就不是叶无缺这个废物能比的。在我心里，没有任何人能比得上叶哥哥。文言说的不错，他跟我比啊，还不配。我不配？瞎了你的狗眼！你难道看不见，在场这些给刘老祝寿的名流，都是龙王为我派来的？你错了，这些人都是我请的。你是个什么东西，也可以请得动我们？他呀，一个在苏家当牛做马，最后被轰出来的一个废物。我当什么来着？原来是一个小小的赘婿。当着这么多名流的面，还敢吹嘘是你请来的？我看你他妈是脑残到家了！皇家家主，天凤让你来之前没告诉你是谁的命令。你是谁？怎么知道天凤大人的名字？我是谁，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你告诉他们，是不是龙王为了他这个废物？的确不是龙王派我来的，而是另一位权势滔天的大人。就算这些名流不是龙王为我请的，但也别不是你这种废物赘婿。刘老，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今天把不把柳文言许配给我？文言，只要寿礼办完了，你马上跟他回去。我不，这辈子我生是叶哥哥的人，死是叶哥哥的鬼。你要是不跟我走，我马上动用龙王集团的势力，让你们柳家中出名。文言，你真的要因为这个废物而置我们柳家的生死而不顾吗？有我在，你柳家灭不了。住口！你连青云简都拿不出来，还在这放屁！差点忘了，你不是说要拿青云简来提亲吗？敢不敢跟我打个赌？你想怎么赌？简单，我赌你拿不出青云简。那我要是拿得出来，你要是拿得出来，老子给你跪下磕头，从此不再骚扰柳文言。但你要拿不出来，柳文言不仅要给我当奴做狗，你还要从老子的裤裆下钻过去。叶哥哥，你真的能拿到青云简吗？你放心，我说的话呀，一定能做到。我相信你，叶哥哥。好，我就跟你。好，这可是你们说的，在场的各位可全都听到了吧？柳文嫣，你还是赶紧认输吧，乖乖去给方少当小母狗吧。也就只有你这种蠢货会相信这个废物拿得出青云简。哼，青云简可是有市无价的至宝，我皇家称霸南省多年，为了晋升成名门士族，每年不惜花费100亿去打点。
到现在也没有得到。听到了吗？我就给你10分钟，要是拿不出青云锏，马上让柳文烟滚到我的床上来。我现在就让他们送进来。我家主人赠与柳家聘礼：顶级山庄1座，劳斯莱斯库里南1辆，999黄金9块，至尊黑卡1张，总价值500亿。各位，这就是我给文嫣的聘礼。青云锏，这就是能让三流家族马上进军名流世界的青云锏。方少，我的青云锏到。你刚才说的话，不用我提醒吧？你还不赶紧给我叶哥哥下跪磕头！让我下跪？他还没有这个资格。哦，你这是要反悔了？老子反悔又怎么样？告诉我可是龙王最器重的人。柳文烟，你最好乖乖的给老子滚过来，然后像一条狗一样来服侍我，要不然我就让龙王灭了你柳家。龙王家族势力太大，我们柳家可惹不起啊！是啊，文嫣，为了柳家，你就委屈一下，不然一会儿龙王来了，咱们全都完了。有我主人在，就算龙王在这儿，也得敬个7分。就你妈！就这种杂碎，别说是龙王，我动动手指就能让他死。找死！柳文烟，就数到3，你要是不滚过来，我他妈就……你要干什么？你他妈敢打我！贱人的嘴就该打！狗东西！待会儿龙王来了，不仅你要死，你们在场的所有人都要死！龙王到！龙王来了，都完了！拜见龙王！龙王，你要替我做主啊！你是谁啊？我方文远。方文远啊！这是我们公司集团的副总裁。我的人？怎么回事？谁打的你？是他！这个杂碎不仅出手打了我，而且还对你出言不逊，死废物！见到龙王还不赶紧跪下来！叶哥哥，你赶紧给龙王跪下吧，要不然可是大不敬的死罪啊！文嫣，起来。这个世界上没人能让我下跪，包括你啊，也不用向任何人下跪。您看到了吗？这个废物根本就无法无天，他根本就没把您放在眼里啊！叶无缺，你还不赶快给龙王跪下呀！你问问他，敢不敢让我跪？放肆！龙王可是一国之尊，你他妈找死啊你！住口！跟叶先生相比，我的身份不值一提，哪敢让您下跪？龙王，你养了一条好狗啊！他在外面为非作歹就算了，还妄想欺负到我的女人头上，你说这事儿该怎么办？什么？你到底对叶先生的女人做了什么？我只想让柳文言嫁给我，然后当条狗一样来服侍我。混账！谁给你的狗胆？居然打叶先生女人的主意！你知不知道他是谁？他不就是个废物赘婿吗？放肆！要是放在3年前，就是我见到叶先生，也要行跪拜之礼。什么？还不快滚过去，给叶先生谢罪！叶先生，我永远不识泰山，冒犯了您跟柳小姐，求求您大人有大量，把我当个屁给放了吧！他就是个人渣，当初不仅给我下药，还差点侵犯了我。你说什么？他给你下药？天凤在。我不想再见到这个畜生。是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拖出去！叶先生，我错了。叶先生，叶先生，我错了。刘老，起来吧，今天是你的寿日，我是来给你祝寿的。你能参加我这寿日，我已经受宠若惊了。
这瓶琼浆玉液是唐朝流传下来的，我都舍不得喝。要不是因为叶先生，以你的身份，连看一眼的资格都没有。谢谢叶先生。那现在可以聊聊我跟文嫣的婚事吗？只要您同意，我马上就命人，明天给你们完婚。拜见龙王。叶无缺，你不能跟柳文嫣结婚，至少现在不能。为什么？我家小姐在外面，你要想知道，自己去见她。叶哥哥，我没事的，你去吧。那你等我，我马上回来。嗯，带路吧。锦条，还有庄园呢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！够了，文嫣呐，这些个礼物都是叶先生送你的，就由你自己来处理吧。这些东西我不在乎，交给我爸处理吧。我先出去看看叶哥哥。明天跟我去领结婚证。你说什么？结婚？没错，领完结婚证，跟我回秦家见奶奶。打住啊！首先呢，我不会跟你结婚的。其次呀，我跟文嫣已经订婚，不久之后呢，我们就会结婚。至于你说的那个什么婚约，还取消吧。站住！你今天要从这儿离开，明天柳家就会从中海消失。你这是在威胁我？你可以这样认为。那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你高高在上的秦大小姐，我就不信会因为一份可有可无的婚约，专门跑到中海来跟我结婚。你是个聪明人，我之所以来找你，是为了得到秦家的控制权。夺权？秦家虽是名门士族，但内斗极其严重。我作为一个女人是没有继承权的，所以需要跟你结婚，让你帮我生下一个儿子，以此来参与夺权的资格。为了夺权去生儿子，你秦大小姐还真是狠心呢。在这个世上，你要想得到一样东西，必须先付出。我之所以不择手段得到秦家，自然有我的道理，你不必过多打听。那我可以拒绝吗？当然不行，除非你有办法帮我得到秦家。那是不是，如果我帮你得到秦家，你就跟我解除婚约？如果我帮你得到秦家，你就跟我解除婚约。不错，只要你能帮我得到秦家，我就帮你解除婚约，而且我还可以给你和柳文嫣送上新婚礼物。行，什么时候动身？我先准备一些东西，1周后我来接你。文嫣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出来看看。叶哥哥，你们之间都聊什么了？啊，他呀，要跟我结婚啊，结婚？对啊，他让我跟他结婚。不过呀，我不会答应他的，因为啊，有你了。我就知道，叶哥哥不会不要我的。不过，1个星期之后，我要跟他去趟秦家。去秦家？只有这样啊，他才会跟我解除婚约。叶哥哥，我相信你。文嫣，我呢有个礼物要送你。礼物？当当，喜欢吗？好可爱。我帮你戴上。好看吗？真漂亮。哦，对了，叶哥哥，你1个星期之后才去秦家，要不你陪我去参加同学聚会吧？同学聚会？班长前2天打电话跟我说，下周要举行一个什么同学聚会。本来我不想去的，可是因为他是总督的公子，我不能驳了他的面子。总督公子？行，我陪你去。我就知道叶哥哥对我最好了。天凤，文嫣的同学聚会在聚香楼举办，你去打点一下。是。冯教授，我有件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帮我去做。请主人吩咐。我呢，虽然给柳家提亲了，但并没有向文嫣求婚。你帮我准备一枚钻戒，我打算给她一个惊喜。主人，我正好收藏了一枚来自国际珠宝首席设计师的钻戒，价值3.8个亿。您如果不嫌弃，
我马上给您取过来。去吧。是。喂，叶哥哥，同学聚会快开始了，你什么时候到啊？好，我现在就去。哎，您好，是叶先生吧？啊，是我。我是百香楼的老板，天凤大人已经吩咐过，已经准备好了上好的包厢，待会儿我会亲自把酒给您送上去。麻烦了。叶哥哥，文言，抱歉，有些事情我耽误了。没关系，你能来我就已经很高兴了。柳文烟，马蓉蓉，哟，这才多久没见，这么快就找到个相好的了？关你什么事啊？我只是好奇而已。毕竟当初上大学的时候，你可是出了名的冰清玉女，什么样的男人都看不上，原来是好这口啊！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这句话应该是我问你吧？居然带这种一脸寒酸的穷鬼来参加我们同学聚会，你不嫌丢脸，我还觉得掉身份呢。马蓉蓉，你有本事你就再骂叶哥哥一句，待会儿我就一个巴掌送给你。文言，蓉蓉只是跟你开个玩笑而已，你用不着这么激动。更何况这位兄弟穿得这么寒酸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来百香楼应聘服务生呢。就是，如今我们这些同学哪个不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？你带这种不入流的瘪三过来，简直就是拉低我们的档次。我的身份不见得比你低。笑话！你知道朱少是谁吗？他可是中海三大权贵之一，朱百万，朱会长的独生子，未来顶天商会的继承人。朱百万，前2天还跪在地上跟我求饶。小子，吹牛之前，你他妈想想后果，不然后果你承担不起。你要是不信啊，现在回去问问你爹。听你这意思啊，莫非有什么大来头？不知道什么身份，在哪儿高就啊？我的身份你没资格知道。至于高就呢，我不用顾。那不就是个没工作的废物吗？你嘴巴给我放干净！竟然敢打我！马蓉蓉，我刚刚已经说过了，你敢骂叶哥哥一次，我就打你一次。不信的话，你就再骂一次试试。你们站在这儿做什么呀？班长都在包厢里催了。柳文烟，这巴掌我记住了，等下看我怎么收拾你！等着就等着，你以为我怕你？叶哥哥，我们走吧。他都已经欺负到我头上了，你怎么就不帮我一下？放心，宴会开始了，我替你出气。班长，人来了。就等你们几个了。哎，这位先生是？班长，这个是我男朋友叶无缺。叶无缺，有点面熟。好像一个人。班长，你可是中海总督的公子，怎么可能会认识这种废物？肯定是认错了。那应该就是认错了。不过你既然是文燕的男朋友，那就一同入座吧。文燕，你这个班长没什么特殊癖好吧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不是，他一直盯着我看，搞得我好像是美女一样。叶先生不要误会啊，我只是越看越觉得眼熟，真的在哪见过你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很像那位大人物。哦，哪位大人物？5年前天门之主登基，我爸作为中海总督带我去参加了冠冕仪式。虽然隔了很远，我没有看清，但你的气质和他非常像。天门之主，班长，你该不会是想说他就是天门之主吧？的确很像，但是那位天门之主3年前就已经失踪了，如今啊是寒风接替的门主之位。班长，我实话告诉你吧，他就是个连工作都没有的废物臭屌丝而已。屌丝？不错，而且我也觉得他比较眼熟。不过刚才我已经想起来了，他就是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，被苏家扫地出门的废物赘婿。我还真以为是什么大人物呢，原来是废物赘婿。哼，用脑子想都知道了，天门之主是何等身份，岂会来参加我们这种不入流的聚会？咱们有些老同学啊，就是下贱，就喜欢要一些别人不要的破烂。蓉，你这钻戒好漂亮啊，要不少钱吧？那是，这可是 Blue Man，
出自于国际珠宝首集。朱少可是花了3.8个亿送给我的订婚戒指。你个废物，笑什么啊？我笑你啊，拿个赝品来这假炫耀。放你个屁！这可是朱少给我花了3.8个亿买的蓝钻戒，你个废物一辈子都买不起。你一个一日温饱都要靠女人的穷鬼，有什么底气在这儿诽谤？我给蓉蓉买的钻戒是假的。我当然有底气，因为真正的正品啊，在我这里。你拿出来让大家看看呀，别光在这里一张嘴。我已经让人给文言送来了，马上就来。柳文言，你这穷鬼男友挺会装的呀！一个连公厕都没有的废物，也敢在这里大言不惭，哗众取宠，简直就是跳梁小丑！你们少在这狗眼看人低，不怕告诉你们，光是叶哥哥给我的聘礼就价值500亿。500亿，怕不是给死人花的冥币吧？也不想想500亿是什么概念？就连朱少家的顶天集团市值也就几百亿。文言，你想维护叶先生的面子，我们都能理解，但你说的确实有点过了。班长，我本来以为你是个明事理的人，没想到是我看错了。既然这样的话，我就没必要待在这儿了。叶哥哥，我们走吧。走。别着急走啊！朱少，顶天商会不是缺人吗？正好这废物没工作，看在柳文烟的面子上，给他安排一下呗。没问题，毕竟同学一场嘛。顶天商会给你安排一份在清洁部扫厕所的工作，1个月8000，如何？朱一泽，没事，文言，你先坐。8000块确实是高兴。你问问你爹朱百万，他敢让我扫厕所吗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，还配惊得动我爸？朱少他爸可是3大权贵之一，中海响当当的大人物。响当当，的确，他爹给我磕头的时候，确实响当。哎，你他妈的，你一而再再而三的侮辱我爸，你当我这个做儿子没脾气是吗？你不相信是吧？我现在叫朱百万过来，看到他磕头啊，行不行？你要是嫌命长，去叫一个试试。好啊，我满足你，让朱百万来百香楼，让他爬过来给我磕头。操！我看你是找死！够了，同学一场，没必要把事情闹大。狗东西，看在班长是总督公子的份上，饶你一条狗命。朱少犯不着和这种瘪三斗气，跟他说那么多话，口都渴了，叫瓶酒来喝吧。想喝什么？你们随便点。今天朱公子买单。我听说百香楼有一瓶镇店之宝，那可是当年皇室留下来的玉供。别忘记，那可是皇室的玉公子，百香楼老板给多少钱都不肯卖。这瓶皇室的玉供酒是我们百香楼的镇店之宝，请各位慢用。祝大家聚会愉快。我的天哪，这居然是百香楼的镇店之宝！听说有人曾出天价，老板都不舍得卖，怎么会送给我们？这还用想吗？这可是朱少呀，他可是未来顶天商会的继承人，老板自然是为了讨好他才送过来的。肯定是啦，在座的各位，还有哪个人值得老板亲自送酒的呀？班长是总督的公子，自然也是有这个资格的。上次我爸在百香楼招待上京来的贵客，想要开这瓶镇店之宝，老板都觉得他不够资格。至于我哈，就更不配了。我要没猜错的话，这瓶酒是送给你的吧？我要没猜错的话，这瓶酒是送给你的吧？潘长，你别逗了，就他一个废物赘婿。可不是嘛，这瓶酒肯定是送给朱少的，连总督都没资格喝，那我们今天可是沾了朱少的光了。朱少，赶紧把酒打开吧。好，好，好，今天就让你们开开口福。哎，入口甘甜，带着一股香气，不愧为镇店之宝啊！今天也是多亏了朱少，才能让我们尝到这镇店之宝啊！柳文烟跟他那个废物姘头的酒杯还空着呢。他们这对狗男女不配喝这么好的酒。别这么说嘛，文言是咱们同学，给他倒一杯。至于这个小瘪三儿，他只配喝尿。哈哈哈哈哈！
朱玉泽，你别欺人太甚，不就一瓶破酒，我还不稀罕。文言，让他们嘚瑟吧，待会儿咱们就有好戏看。别嘴硬了，你现在跪下来，给我说点好听的，我就赏你一口。顶天商会会长朱百万求见叶先生。爸，您怎么来了？爬进来。好的。哎，爸，你在做什么？滚一边去！别挡着我！朱百万，我在。你儿子在顶天商会给我找了份工作，月薪8000，扫厕所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真这么说了？我说了又怎么样？他就是个不入流的小瘪三儿，给他扫厕所是给他脸了。意思，你闯大祸了，你知道吗？月薪8000块，我觉得呢有点少，这样再加点。当然呢，我要的也不多，就要你整个顶天商会吧。叶先生恕罪吧，犬子有眼无珠，冒犯了您，我代他向您赔罪，还请您高抬贵手饶了我们吧。啊，你老糊涂了吧？他就是一个没权没势的小瘪三儿啊！你作为中海的顶级权贵之一，你怕他做什么？住嘴！你这个不长眼的孽障！提权贵，只要叶先生一句话，我们顶天都能破产。这什么？还不赶紧跪下，给叶先生磕头认罪！你磕的头啊，还没有你爸响。你眼中响当当的大人物，磕的头响吗？叶哥哥问你呢，想不想啊？够了。主人，他是谁啊？九州集团董事长冯九州。什么？他就是中海市权贵之首冯九州？我要的东西呢？带过来吧。文言，我之前只是去提亲，并没有正式向你求婚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怎么回事？这枚蓝钻戒居然和马蓉蓉戴的一模一样。他那枚钻戒是人工合成的赝品，我主人手上这枚才是真好。不可能，这可是朱少花了3.8个亿送给我的蓝钻戒，还有证书呢。是证书，在街边随便花几十块就能造一堆证书。可不是嘛，瞧他刚刚嘚瑟那样，也不知道是哪儿来的脸，拿着个假货出来嘚瑟。朱玉泽，你这个王八蛋，竟敢拿假货来骗老娘！叶先生，我们百香楼的镇店之宝还合您的口味吗？我没有喝呀。至于合不合口味，你问问他们喽。你们喝了我送给叶先生的酒，那不是你送给朱玉泽的吗？他也配？这是我专门为叶先生准备的。那我们已经喝了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赔钱，少1分就把你们丢到江里喂鱼。我没钱，没钱就去死！老板，我是赵俊天，中海总督的儿子，不如看在我的面子上。你有个屁的面子！别说是你，就算赵总督来了也没用。文言，你赶紧求求你的叶哥哥帮我们求求情吧，要不然把我们都卖了也赔不起这瓶酒呀！文言，刚刚是我嘴欠，咱们好歹同学一场是吧？你快求求叶公子，让他出个面吧，不然我们就真的死了。你们现在知道我们是同学了，刚才怎么不这样想？这些都是你们自找的。叶哥哥，别管他了，我们走吧。冯九州，剩下的事交给你来处理。是，主人。我早就该想到，他就是那个人。谁啊？前任天门之主叶无缺。真好看。走。叶无缺，跟我回秦家见奶奶。不是说1个星期以后？奶奶病情加重，要提前举办家宴，公布秦家的继承人。今晚不走，就真的来不及了。叶哥哥，你去吧。文言，等我处理完秦家的事，就回来娶你。你可不许骗我啊！傻妮子，等我。我等你。
叶哥哥，你可一定要回来。你是说天尊令在柳文烟身上？韩门主，我就算是吃了豹子胆，我也不敢骗您呀。是啊，韩门主，我们以性命担保，天尊令就在柳文烟那个贱人身上。范姬、叶瑾，属下在。我即将登临神境，不便动身。你们二人替我去灭了柳家，把柳文烟给我带回来。是。小姐，我们直接去秦家吗？会让你准备的东西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天尊令？假的，我需要你在家宴上假扮那位失踪的天门之主。假扮天门之主？当然，不然以你的身份，你去秦家必然不受待见。所以你让我假扮天门之主，好利用这层身份帮你夺取秦家之位是吧？前任天门之主历来神秘，极少有人见到过他的尊容，而且他已经失踪了。就算你去假扮他，也不用担心会被揭穿。小姐怎么安排你怎么做就行，别那么多废话。走吧，回秦家。哎呀，二婶儿，你跟二叔结婚几十年，连个蛋都没有生下来，将来死了连个财产都没人继承，还不得留给我？又何必还来这里跟我争夺继承权呢？不错，只要你们退出，不参与秦家的继承权，将来我可以让方旭替你们养老送终。呵呵，大哥说笑了，我天天养生吃补品，不像你这个败家子，只懂得吃喝玩乐搞女人，身体早就已经透支了。将来谁先死还不一定呢。谁先死我不知道，但是奶奶的时日已经不多了。我作为秦家唯一的孙子，她肯定会把继承权留给我，让我把秦家发扬光大。痴心妄想！秦家立足100年，如果交到你的手里，不出3年就会败光。就是，而且你别忘了秦如雪那个贱人。秦如雪，她不过是个私生女而已，她跪下来当狗我都嫌弃，也敢跟我争？在这个世上，还有我秦如雪不敢做的事吗？秦如雪，你不过是我三叔在外面乱搞，跟一个婊子生下来的私生女而已，有什么资格跟我争？就凭我是爷爷生前亲自接回来的秦家长孙女。哼，老子还他妈是秦家唯一的孙子呢！你不知道秦家立有祖训，是传男不传女吗？秦家的祖训我当然知道，所以这一次和你争继承权的不是我，而是我的未婚夫。未婚夫就这个废物？秦如雪，你以为从外面随便找个野男人回来就能争夺我们秦家的继承权？我和他的婚事是爷爷生前定下的，他是我的男人，当然有资格。你倒是打了如意算，别说他不是你的未婚夫，就算是，老太太也绝对不会把秦家交给一个外姓。奶奶会不会把秦家交给他，就不用大伯你来操心了吧？奶奶，妈，都坐吧。哎，这是我秦家的家宴，你一个外姓人没有资格参加，还不快滚出去给我跪着！就是，这是我们秦家的家宴，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参加的。你要是再不滚，我二人把你轰出去！大家都住口！老太君有话要说。你就是吴缺吧？见过老太君。你跟如雪的婚事是老爷子生前就定下的，也算是半个秦家人了。入座吧。还不谢谢奶奶？谢老太君。今天我召开这个家宴，主要是我的身体支撑不了多久了。奶奶，您一定会长命百岁的，我还等着让您抱曾孙子呢。是啊，妈，你就安心养身体，把秦家交给方旭就得了，我会尽力辅佐他的。大哥，说笑的，你俩既然这么有孝心，那就干脆留在身边照顾妈得了。至于秦家，交给我和景胜，我们俩打理就好了。张叶兰，一个臭女人，存心给我做这事吧？我说错了吗？你们父子俩，要不就贴心照顾妈，要不就别在这假惺惺的，看着就觉得恶心。够了，够了！奶奶，江神医说了，
除非有天门的血凤丹，否则老太君撑不过这个月。天门的血凤丹，奶奶，我现在立刻去天门，给你请一颗血凤丹回来。我已经去过了，但韩门主不仅要秦家一半的家产，还要秦家世代奉其为主，才肯给老太君一颗血凤丹。韩风狼子野心，你们对此人一定要敬而远之，切记不要与他多接触，否则将是我们秦家的灭族之灾呀！是。坐吧，我已经活不了多久了，所以我今天召开这个家宴，就是要选出我们秦家的继承人。你们给我一个理由，让我把秦家交给你们。妈，您让方旭继承秦家，方旭是您唯一的孙子，于情于理应该交给他。如果交给方旭，他一定会把秦家发扬。大哥，说笑呢，整个上京谁不知道，你们家的宝贝儿子那就是个败家子儿。要是秦家落在他手里，哼，不出几年，我们秦家的名门士族将会变成一个三流小家族，连个蛋都生不下来，有资格敢说我？我是不会下蛋，但我会生儿子呀。老公，拿出来吧。睁开你的狗眼瞧一瞧，我已经怀孕了。二婶，你这是老蚌生珠啊！是不是到了88还想结个瓜呀？笑什么？你他妈笑什么笑啊？还有你笑的资格？是他妈没有给你饭吃，还是没有给你酒喝呀？啊！笑！你他妈笑你妈呀！把它捡起来，给老子吃了！这张纸待会儿会有人吃的。我笑你们，真是为了夺权，什么花里胡哨手段都使得出来，真是可笑。我们再怎么争，也是我们秦家的家事，还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来这指手画脚。好，你们呀继续争啊！不过到最后呢，不管你们怎么争，最后这秦家都得归如雪。奶奶还没有说话呢，你有什么资格？我有什么资格？只要我一声令下，这秦家呀就得归如雪。老太君，此人目中无人，过于狂妄，迟早是个祸害。秦管家，我未婚夫行事是轻佻了些，但他绝对有这个资格。我服侍老太君几10年，什么人我没见过？像他这种狂妄自大、满嘴狂言，他有什么资格？要是我说他是天门之主，那你觉得够这个资格吗？天门之主？你说他是寒门主？大小姐，你撒谎可是真不眨眼。你可别忘了，当初我去天门帮老太君求药的时候，可是亲眼见过现任门主韩风的尊容。佛可没说他是现任天门之主啊。奶奶，其实吴缺就是3年前失踪的前任天门之主。什么？吴缺，你当真是3年前失踪那个天门之主？那你怎么能证明呢？吴缺，快把天尊令拿出来。这就是天尊令，难怪老爷子生前叮嘱我，让你无论如何要和如雪完婚。原来如此啊！真的是天门之主，这层关系在，老太太一定会把秦家交到秦如雪手里的。有点不对劲，先看看。好啊，真是天佑我秦家呀！我现在宣布秦家的接班人。奶奶，我知道你是因为他有天门之主的身份，想要把秦家交给他，但您别忘了，现如今的天门之主是韩风。只要我愿意，就可以随时回天门，让韩风下位。你这个废物啊，还真能装啊！奶奶，你被这个秦如雪给骗了，她根本就不是什么天门之主，而是3年前在苏家当了3年的赘婿，最后被苏家赶出来的一个废物而已。赘婿？错，他就是一个吃软饭的，根本就不是什么天门之主，就是秦如雪想夺权，故意瞎编骗奶奶的。方旭，不要胡说八道，这块天尊令是真的。奶奶，您一定是看走眼了，这块天尊令是假的，是秦如雪花钱找人伪造的。你要是不信的话，我现在就给你找证人。小玲，小玲你，小玲，你来告诉奶奶这块天尊令的真伪和这个废物的身份。老太君，
这块天尊令是秦如雪叫我花钱找人伪造的。至于叶无缺，就是中海一个三流小家族的赘婿，而且前不久他刚杀了天门的高层。什么？杀了天门的高层？一条吃里扒外的狗，杀就杀了吧。奶奶，小玲是秦如雪身边最信任的人，这你应该相信我说的话了。奶奶，你给我，不是这样的，你给我滚远点儿！小林，我拿你当亲妹妹，你为什么背叛我？背叛？我不过是秦少安插在你身边的一根针，何来背叛一说？秦如雪，你没有想到吧？小玲是我很早之前就安排在你身边的，故意监视你一举一动的。见人就是见人，跟你妈那个烂货一样，克死了你爸不说，还为了夺权，居然找了个赘婿来假冒天门之主，想诚心气死老太太，简直就是蛇蝎心肠。骗了奶奶是我的问题，但我妈没有错，你没有资格说她。我妈怎么了？你妈她就是个万人骑的贱货，生前她入不了秦家的门，现在你想把她灵位接回来，做梦！哼！如雪，你之所以从秦家夺权，就是为了接回你妈灵位。我只是想给我妈一个名分而已。那既然如此，我帮你。不用了，我们的婚约结束吧。我让你冒充天门之主，如果天门追究下来，我会一个人承担。如果侥幸我能活着，我会去婚礼现场祝福你和柳文嫣的。老太君，我呢确实在苏家当了3年赘婿，但同时我也是天门之主，只是如雪不知道，所以才让我假冒。您拿到那块令牌是真的，假的那块我已经给丢了。狗东西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敢嘴硬？我说话的时候，你最好别插嘴，再有下次，我撕烂你的嘴！叶无缺，你不过就是个赘婿，嚣张！这巴掌，我打你吃里扒外！你都给我住口！你假冒天门之主的事，我会封锁，不会让他们知道。但是你跟秦如雪，马上给我滚出秦家！秦如雪，奶奶开恩饶了你，还不快带着你这个废物给我滚！你也不让这个废物撒泡尿照照。天门之主岂是这个杂碎能冒充的？无缺，我们走。别着急，我给老太君送的礼物马上就到。区区一个赘婿，你能送出什么东西？我送的是血凤丹。哼，小子，你是装天门之主装上瘾了是吧？一颗血凤丹值万金，连整个天门都寥寥几颗，哪怕是现在的寒门主都不敢轻易舍得动用。这废物本事没有，就是一张嘴而已。无缺，没有天门之主的命令，你哪来的血凤丹？我就是天门之主，只要我一声令下，他们就得送。别闹了，不然我伪造天尊令，冒充天门之主，如果被天门追究下来，会牵连更多的人的。如雪，你相信我，我真的是天门之主。笑死我了！这废物入戏太深，居然真把自己当成天门之主了。秦如雪，你立刻马上带着这个孽障从我眼前消失！无缺，事已至此，你不用再假冒了。别着急，再等等，先坐。来人，把这2个孽障给我轰出去！什么事儿啊？让老太君生这么大的火气？龙王，您怎么来了？龙王，您来的正是时候。秦如雪和这个不长眼的废物，居然假冒失踪的天门之主，快点把他们给拿下！龙王，我二婶说的没错，在整个大夏，谁不知道您与那位天门之主的关系匪浅？这个秦如雪和他就是在打您的脸呀！叶无缺，现在龙王来了，你有种在他面前再说一句你是天门之主。龙王，这一切都是我的主意，伪造天尊令，冒充天门之主的身份，都是我做的，与无缺没有关系。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，只求你放过他。他本是天门之主，又何必去冒充？什么？你真是失踪了3年的天门之主？你真是失踪了3年的天门之主？我跟你说了很多遍，你不信呢。他是天门之主？妈的，你不是说这个废物是个吃软饭的吗？我怎么会想到
他真的是天门之主。天凤来不及赶到上京，所以委托我把这血凤丹给您送来。能送来就行。老太君，这颗血凤丹就当我送您的见面礼。真是老了，连天门之主在眼前我都没认出来，我真是给……老太君，您不必行礼。只不过我有一个请求，不知老太君能否答应？你尽管说，您什么要求，我都能答应。这如雪呀，一心只是为了让她母亲的灵位回到秦家，不知老太君能否将如雪母亲的灵位接回秦家？我立刻马上把如雪母亲的灵位迎回秦家祠堂，再把秦家交给如雪打理。好，你们可有意见？我宣布，秦家的继承人就是秦如雪。你们谁有意见？无缺，谢谢你。我刚刚说的话，你还记得？你说什么？吃了！天门之主赏赐你的，还不快滚过去去吃！吃！快点儿！喂？什么？左边再高一点，再往上一点，高点儿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哟，打扮的挺喜庆啊，是不是柳文烟那个小贱货要出嫁了？你们是干什么的？我奉天门之主韩风的命令，特意来缉拿柳文烟那个小贱人。天门之主，你们柳家如果不想死的话，就赶紧把柳文烟交出来。爷爷，就听韩门主的命令，把柳文烟交出来吧。是啊，爸爸，忤逆天门之主的命令，我们柳家就会被灭族的。不行，韩风心狠手辣，把文烟交给他们，他就死定了。你女儿的命是命，我们的命就不是命了吗？死他一个，好过我们这么多的人跟他一起去死。今天我在这儿，谁也别想动我的女儿，除非你们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。想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和尚，柳文烟在里面试婚纱，我带你去找她吧。还是你识趣，带路吧。天凤姐姐，他们就是冲我来的，你就让我出去吧。主人命令我来保护你，我不会让你有任何闪失。他们来了，你快躲起来。躲啊！躲哪儿去啊？换姬夜姬，你们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以下犯上，想要欺负主人的女人。天凤，念在你我同门一场的份上，只要你交出柳文烟，再效忠韩门主，我可以留你一条性命。听说你是寒风麾下第一高手，我早就想和你一决高下。你没有这个资格，有没有？试过才知道。爸，你醒醒！爸，柳文烟，你也有今天。苏梦瑶，你这个蛇蝎心肠的毒妇，等叶哥哥回来，他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就凭他那个废物，他杀了天门的高层，惹怒了韩门主，现在是自身难保。天尊令在哪儿？管吉大人问你话呢，说话呀！你做梦，我死也不会告诉你们。把他抓回天门，用厉刑审问，我不怕他不讲。带走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和尚，柳文烟已经交出来了，能放过我们了吗？放不放，你得问换姬大人。韩门主说了，把柳文烟带回去。至于你们柳家灭族，娜娜，我的闺女啊！
寒门主到！拜见门主。起来吧。谢门主。天尊令呢？门主，我们用尽了所有酷刑，可是柳文烟这个贱人就是不肯说出天尊令的下落。废物！连小事都办不好。做什么？没看到寒门主正在气头上吗？寒门主，我有办法能让柳文烟乖乖的交出天尊令。哦，那我就给你这个机会。只要你能问出天尊令的下落，重赏。是，寒门主。柳文烟，念在你我闺蜜一场，只要现在可乖乖的交出天尊令，我保证可以让你不受皮肉之苦，否则我要你生不如死。嘿，苏梦瑶，你少在这里假惺惺，有本事你就杀了我，叶哥哥一定会替我报仇的。贱人，若是因为你的出现，害我苏家差点破产，了我的一切，想死没那么简单，我要让你生不如死！把他给我扶起来！何东杰，把我给柳文烟准备的东西拿出来。文烟，你确定你不交吗？你做梦！交还是不交？我不交！我最后再问你一遍，交还是不交？我不交！住手！文烟，叶哥哥，你这个贱人！梦瑶，对不起，文烟。叶哥哥，你快走吧，他们都是冲着天尊令来的。你放心，我会让他们付出千倍万倍的代价。叶无缺，你好大的狗胆，敢在寒门主面前撒野！寒门主，一条弑主的狗罢！放肆！主人说的没错，当年的我确实只是天门的一条狗。主人，难不成这个废物竟然真的是3年前消失的天门之主？这些年忍辱负重、处心积虑，就是为了登上这天门之主的位置。叶无缺，如今未登临神境，杀你如屠狗。只要你肯交出天尊令，我可以保你和柳文烟一具全尸，好让你们在九泉之下当一对亡命夫妻。神境，在我眼里不过是大点的蝼蚁罢了。主人，何须和这种狗东西废话，直接杀了就是。冲啊！天父，不自量力！叶无缺，看着，你带来的这些废物根本就不是寒门主的对手。我劝你交出天尊令，臣服寒门主，说不定还能捡回。你不是就想要天尊令吗？就在我身上。我将这大夏境内名流都请过来，为的就是这一刻。各位，自古以来，胜者为王。今日你们就做个见证，当上这真正的天门之主的。看我是如何砍下他的头颅，当上这真正的天门之主的。神境蝼蚁罢了。寒门主，你要就这点实力的话，可以去死。你究竟多强？杀你，动手指就可以。这可是你逼我的。就是，门主，我不想死。
你还真是先狠手辣呀，连自己人都不放，用你的血来给他们报仇！真的，我在这儿，你输了。我不，我没有说，我可是天门之主。寒风伏法，恭迎主人回归。恭迎门主回归。让你们走了吗？叶无缺，门主，这不关我的事啊，都是寒风，他派人灭了柳家，跟我没关系。还有，就是这个毒妇，是他虐待柳文烟，跟我没关系。让我，让路，让路！何东杰，你还算是个男人吗？你给我闭嘴！就是这个毒妇，要不是你，我何家会破产吗？我会沦落到这个地步？叶无缺，你要杀便杀，想让我像何东杰一样给你磕头赔罪，做梦！田凤，念在我们夫妻一场，待我走远了再动手。是。文言，我们回家吧。可是我已经没有家了。你放心，今后有我的地方就是家。